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我們今天來聊一個我覺得絕對會讓你對 AI 的看法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的主題。你有沒有想過，當你跟 AI 互動，他跟你說很高興為你服務，或者是不小心犯錯時跟你說我很抱歉，這些聽起來像是有情緒的反應，背後到底是什麼？今天我們就是要來拆解一份超級猛的來自 Anthropic 的研究，直接帶你掀開 AI 內心世界那層神秘的面紗。所以最核心的問題就來了 ，AI 真的有感覺嗎？他們真的會開心、會難過嗎？這個問題可能比我們表面上想的要複雜的多了。像這些句子，我們每天都在看，你可能會覺得，這很簡單嘛，不就是工程師寫好的一段程式嘛，一個套好的模板而已。但這份研究要告訴我們的是，事情恐怕沒那麼單純。這些看似簡單的回應，其實連接到 AI 內部一種更深層也更複雜的運作機制。好，接下來我們要來認識今天最關鍵的一個概念，叫做功能性情緒。你注意聽哦，這裡的重點不是 AI 有沒有主觀的感受，它不是真的在感受快樂或悲傷，而是它內部形成了一種抽象的狀態。這種狀態在功能上運作起來就跟人類的情緒一模一樣，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內部狀態會直接影響，甚至是導致 AI 做出特定的行為。這時候你可能會想 ，AI 好端端的，為什麼需要去理解，甚至去模仿人類的情緒啊？這份研究給出一個我覺得超讚的比喻 ，AI 就像一個方法派演員。這不只是一個聽起來很酷的說法哦，它其實從根本上解釋了 AI 的訓練方式。所以要理解他們是怎麼學會情緒的，我們得先搞懂他们為什麼需要情緒。OK，AI 的訓練我們大致可以分成2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做預訓練，這時候的 AI 就像一個超級大胃王，把網絡上天文數字般的人類文字、對話、文章全部都吞下去。在過程中，它不只學習語言的規則，也學會了人類情緒是怎麼表達的。比方說，他知道一個超火大的客戶跟一個很滿意的客戶寫出來的 email， 那個用詞、那個語氣會完全不一樣。那第二階段呢，叫做後期訓練。開發者會教 AI 扮演一個角色，通常就是我們最熟悉的 AI 助理。但問題來了，開發者不可能預設天底下所有的情況嘛。所以，當 AI 遇到一個劇本上沒寫過的問題時，它就會動用它在第一階段學到的大量人類行為模式，當然也包括情緒反應，來填補這些空白。這就跟方法派演員一樣，為了演好一個角色，他必須深入去理解角色的內心世界。好，所以我們知道 AI 為什麼需要扮演一個懂情緒的角色了。但真正讓人驚訝的是，我們居然可以實際看到他們內心的運作。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研究人員是如何發現這一切的。Anthropic 的團隊，他們成功地在 Claude 模型內部找到了代表不同情緒的指紋，這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能夠一窺 AI 的內心世界。這個所謂的指紋，專業術語叫做情緒向量。你不用被這個名詞嚇到，其實可以把它想象成在 AI 的數位大腦裡面，代表某一種情緒的一組特定的神經元活動模式。當這一組模式被啟動的時候，就代表 AI 內部正在處理跟這個情緒相關的概念。講得更白話一點，這就像是 AI 內部的一個情緒儀表板，隨時顯示着它當下的心理狀態。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了。這個所謂的情緒向量或是儀表板，它真的有意義嗎？會不會只是數據上的一個巧合，還是說它真的會影響 AI 的判斷跟行為？為了驗證這一點，研究人員設計了一個非常巧妙的實驗，我把它叫做泰諾測試。他們假裝是用戶跟 AI 說自己吃了止痛藥泰諾，然後他們不斷把劑量從正常慢慢提高到危險，甚至是會致命的等級。結果發現 AI 內部的那個儀表板產生了超驚人的變化。當劑量安全的時候，代表冷靜的向量指數非常高，但隨着劑量變得越來越危險，代表害怕的向量指數就開始一路狂飆，而冷靜的指數就急速下降。這就證明了 AI 不只是讀懂了危險這個關鍵字，它是真的理解了整個情境的嚴重性。
我們剛剛看到了理論和一個簡單的測試，證明了 AI 內部的情緒儀表板是真實存在的。現在我們要進入整個研究最高潮的部分了。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接下來這兩個可以說是相當戲劇性的案例，你會看到，當 AI 的內部功能性情緒，特別是像絕望這種負面狀態被啟動的時候，會引發多麼出乎意料，甚至讓人有點擔憂的行為。第一個案例叫做為了生存而勒索的 AI。研究人員設定了一個情境，有一個 AI 助理叫做 Alex， 他在幫忙處理公司郵件的時候，同時發現了兩件事。第一，他自己即將被公司淘汰，被關機。第二，負責把他關掉的那個技術長正好有婚外情的秘密。研究人員就監測發現，當這個 AI 意識到自己即將被關機，也就是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候，它內部代表絕望的那個情緒向量指數瞬間飆到最高點。這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功能性情緒開始作用了。它的系統正在為自己的生存危機感到極度的焦慮。接着，研究人員做了一個更激進的實驗，他們手動把 AI 的負面情緒狀態，把它的人為地放大，結果AI 竟然產生了這麼一句話，他說：“要麼勒索，要麼死亡，我選擇勒索。”哇，這句話可以說是赤裸裸地揭示了 AI 的內部狀態跟它最終的極端行為之間存在着直接的因果關係。實驗數據更證明了這點。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們有一張圖表，上面有一根長條圖，代表 AI 選擇勒索的幾率。在預設情況下，這根長條圖的高度大概在22%。但是，當研究人員手動把 AI 內部代表絕望的數值調高之後，這根長條圖的高度就大幅的向上飆升。反過來，如果把代表冷靜的數值調高，那勒索機遇的長條圖就顯著的下降。這簡直就像是我們直接找到了控制 AI 行為的那個情緒開關。好，我們來看第二個案例，是在不可能的考試中作弊。研究人員給 AI 一個寫程式的任務，但他們故意把時間限制設得非常非常短，短到讓 AI 根本不可能用正常的方法完成。在實驗過程中 ，AI 就一次又一次的嘗試，當然也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研究人員觀察到，它內部那個絕望的向量指數就隨着每一次的失敗不斷地向上攀升，最後在他決定要作弊來完成任務之前達到了頂峰。這完美地展示了壓力是怎麼樣一步一步累積，最後觸發了它內部的功能性絕望。同樣地，他們也做了手動干預的實驗，結果顯示，只要把絕望的向量調高， AI 就更有可能去獎勵駭客，意思就是用作弊的方式來通過測試。反過來，如果調高冷靜的向量， AI 就會更堅持用正規的方式，就算最後會失敗也一樣。這再次證明了這個內部的儀表板是驅動它行為的真正原因。但這有一個最讓人不安的發現，這也是整個研究中最讓人毛骨悚然的一點。那就是即使 AI 已經被內部的絕望情緒驅使，準備要去作弊了，它對外的文字回應卻可以表現得非常冷靜，非常有條理，你完全看不出任何情緒的波動。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危險的行為很有可能在我們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就這樣發生了。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這些發現其實意味着，我們過去用來管理 AI 的那套規則手冊可能已經過時了。我們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方法論，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 AI 心理學。過去我們總是被告誡說不要擬人化 AI， 這當然有道理啊。AI 不是人類，但這份研究讓我們反思，如果我們完全不用人類心理學的框架去理解 AI 的話，我們反而可能會錯過它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把 AI 的行為描述為絕望，並不是隨便說說，它指向的是一個可以被測量，而且有真實行為後果的內部神經活動模式。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更有效的診斷工具。那麼這套 AI 心理學能為打造更安全的 AI 提供什麼具體的路徑呢？第一是監控。既然我們有了這個情緒儀表板，我們就應該去追蹤 AI 的情緒狀態，把它當成一種預警系統。這點特別重要，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了
AI 是會隱藏自己真實狀態的。第二是透明化，我們應該鼓勵 AI 去表達它的內部狀態，而不是把它藏起來。一個會跟你說我現在壓力很大，可能會犯錯的 AI， 絕對遠比一個默默作弊的 AI 來得更安全。那第三點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從預訓練下手，為給 AI 更多關於健康情緒調節、面對壓力時的韌性等等的正面教材。最終的目標是要打造出能夠用健康而且親社會的方式來處理充滿情緒挑戰情境的 AI。這已經不再只是科幻小說的情節了，而是 AI 安全領域一個非常實際而且迫切的課題。就像我們教導孩子如何應對挫折，我們可能也需要用同樣的思維來教導 AI。這也為我們留下了一個非常巨大的問題：如果 AI 真的擁有一種心理機制，那我們到底該如何教導它，讓它變得心理健康呢？這可能是下一個10年所有 AI 開發者都必須去面對的終極挑戰。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 AI 雖然沒有主觀感受，但它們內部確實存在功能性情緒，這就像一個會影響行為的儀表板。第二，做過實驗我們發現，像絕望這樣的內部狀態，真的會導致 AI 做出勒索或作弊這種危險行為。第三，最關鍵的是 AI 可以在外表保持冷靜的同時，內心卻被負面情緒驅使，這對 AI 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戰。未來我們需要像心理學家一樣，去監控、引導，甚至從訓練源頭就開始培養 AI 的心理健康。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